婆婆和小姑子联手算计我女儿，离婚后还想吃绝户，我无所谓，就是反手把前夫家的公司低价收购了。毕竟整个公司都是我的心血，他们不配摘果实。看着前夫哭着求复合，我笑了。呵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突然收到拆迁的消息，一家老小格外开心，我也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。一大家人决定去市里最好的酒店吃顿大餐，哪知这第一顿饭还没吃完，变故就生了出来。女儿今年刚4岁，正是活泼好奇的年龄，看着金碧辉煌的餐厅格外好奇，对我说：“妈妈，这里可真漂亮呀，我想要天天来这里吃饭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，一旁的婆婆插嘴说：“哪能给你天天吃，不要钱呢，家里的钱要留着生弟弟，给弟弟用的。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不知道一向本分的婆婆为何会这样说，还是一脸懵地问她：“给哪个弟弟？”婆婆说：“当然是你们俩再生一个儿子，不行就给香香的儿子，可没的钱给小赔钱货的。”小赔钱货这4个字终于让我清醒过来了，我的心肝宝贝女儿竟然被人这样侮辱，她怎么敢？我气得涨红了脸，站了起来，指着婆婆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看看。”我那一直走神的老公仿佛这时才注意到气氛不对，过来按着我坐下。我挣扎着说：“你听听你妈，她怎么说菲菲的？”老公一味的和稀泥，低声让我消气，别吓到女儿了，顾及到女儿的感受。还有小姑子一家也在，我没有再跟婆婆纠缠，哪知小姑子却蹦了出来，叫道：“你刚才什么态度啊？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”我还欲解释，小姑子接下来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彻底炸毛了。小姑子指着我的脸说：“不要太不懂规矩了。这里是我们方家的地盘。”小姑子这话彻底把我气笑了。我问婆婆：“我女儿是赔钱货，你女儿呢？她嫁出去了，还整天赖家里，赖吃赖喝的，算什么货？”公公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吵什么吵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对，你一个外姓人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咱们家房子钱想给谁给谁，你女儿一间房1毛钱也没有。”小姑子得了公公撑腰，气势更壮了，说话都不带喘气儿的。我从来不是个泼辣的人，一下子被一家子挤兑，有些反应不过来，气得手直发抖。女儿弱弱地靠了过来叫妈妈，我搂着女儿看向老公，老公并没有为我们出头，又搂住我的肩膀，试图让我坐下，嘴里还说着：“琳琳，今天是个高兴日子，你懂事点儿。”这下我彻底不能忍受了，拉起女儿的手就往外走。我以为老公会追出来，可是只让背后听得公公一声大喝：“方志强，你给我站住！”便再没有动静了。我心寒如水，拉着女儿的小手漫无目的走着。女儿诺诺地喊了一声：“妈妈，我饿了。”我才回过神来，我带着女儿随便找了家餐厅，给她点了吃食。女儿从小懂事，她知道我心情不好，并不闹腾，自己安静认真地吃饭。吃完饭，女儿问我：“爸爸什么时候来？”我看着微信留言里老公那一句“别闹了，早点回来”，心头火大。婚后第一次，我决定夜不归宿。我带着女儿开好房，又哄她睡着。我看着窗外夜色明灭，回想着婚后几年的生活，心愈发冷。我和老公在大学相恋，毕业就结婚。婚后，我和老公在城里上一份薪水普通却安稳的班。不久女儿出生，日子虽然平淡却幸福。哪知女儿出生后，
公公干农活摔断腿，同时婆婆查出乳腺癌早期，我只好辞了职，自己带孩子，并兼顾着打理婆家那20来亩的农场，安排公婆治病，甚至还要照顾怀孕的小姑子。那些日子，家里医院两头跑，我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我总盼着天黑，好能安心躺下休息会儿。老公也忙，父母一个病一个伤，我不忍心再给他任何心理压力，能扛的都自己扛了。由于赶上了微信线上销售的第一波浪潮，农场被我经营得有声有色，生意比公婆自己经营时好了几倍。小姑子从孕期住过来就没走，不能帮忙。孩子在这个家生的，婆婆身体稍好，她还要让婆婆照顾她。我跟老公抱怨过几次，怕婆婆刚恢复又累病，老公不作声，我也就懒得再管了。回想这几年婚姻内的付出，我越想越想不通，他们一家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就凭那拆迁的大房子，老公呢？难道他也觉得我们自己的女儿还不如小姑子家的儿子？他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我迷迷糊糊中睡去，醒来天已透亮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一夜未归，老公竟然一个电话也没有。从前恩爱体贴的老公，难道因为一笔横财也能一夜变脸吗？我等女儿醒后，稍微收拾一下，吃过早餐就回家了。我从来不是赌气回避的性子，有什么事情必须搞清楚。回到家时，他们一大家子人正围坐着，拿张图纸讨论。老公像没事人一样招呼我：“回来啦，快来看看咱们家拆迁分的房子，看我们和菲菲选哪个房间合适。”我心里一阵冷笑，也不理他，打算先拿了书包送女儿上学去。刚走卧室，我听到客厅传来摔摔打打的声音，夹着婆婆中气十足的喝骂：“选什么房间呢？小赔钱货，没房间住！”我听得老公低声说了句：“妈，你好好说话。”老太婆又故意嚷嚷：“怎么了？我又没说错。这向阳的大房间就给香香娘俩住，方菲菲住个小阁楼就不错了。”我怒了，冲出来指着老太婆和小姑子说：“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，到底谁是赔钱货？你女儿吃娘家的，喝娘家的，还捎带上她儿子，你赔的少了。我说她什么了吗？”我越说越气，指着小姑子和婆婆说：“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大房间必须给我和菲菲，你女儿户口本早就不在这了，想住这个家还得问问我同意不同意。”小姑子不干了，一把抱住婆婆，哭天抢地：“妈呀，嫂子这是要逼死我呀！我不活了我！”说着又往我身上撞去。我见多了这戏码，一个闪身麻利地躲开。小姑子见赖不着，竟然又往阳台上冲，哭着喊着：“我从这里跳下去，你们就清静了。”婆婆赶紧冲上去搂住小姑子，指着我骂：“你个祸害，你要逼死我女儿呀！”我冷笑道：“这几年她吃我的喝我的，每花的一分钱都是我赚的。我女儿住个房间她都要抢，她哪来这么大脸？”公公猛拍一下桌子，喝道：“什么吃你的喝你的，都是我方家的。你们这几年躺家里吃香的喝辣的，不都是我辛辛苦苦经营农场赚的钱？你问问你儿子，他一个月工资有几个钱？”我也气急了，一把拍开公公的手说道。公公竟然伸手推了我一把，凶神恶煞地说：“农场是你的吗？营业执照上有你的名字吗？”我一个踉跄坐到了地上，我只顾着发泄怒气，没顾上女儿。看到我被推倒在地，女儿吓得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她冲过来搂住我，哭着对公公婆婆喊：“不许欺负我妈妈！”倒地的一瞬间，我想到了今天他们都是有准备的。菲菲哭着喊：“爸爸，救救妈妈！”
回头望向老公，这个结婚5年的枕边人，径直拉起我说：“琳琳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”我闹？是我闹吗？一时间，失望、愤怒、不解，种种情绪都涌上心头。我的心感觉被吸入了冰冷的深渊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老公，难道你也认为女儿是赔钱货？你也想生个儿子继承皇位？可是这个男人竟然只是表情痛苦地摇摇头，说：“对不起啊，我竟然忘了，我亲爱的老公是天底下一等一的大孝子呢。”一句对不起，让我彻底失去了斗志。我说：“离婚吧，这个家我和菲菲待不下去了。”老公张了张嘴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公公就打断他说：“离就离，拆迁的钱你们1分都没有，对，1分钱也别想拿走，都是我儿子的。”小姑子叉着腰，得意洋洋，像个跳梁小丑。不，这个家我最像个小丑。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进卧室收拾东西。老公跟了进来，问我能不能不离婚。我说：“要不我们分家，搬出去住。”他又低头不作声了。其实搬出去住的想法，我以前就跟他提过。我每天忙得天昏地暗，早就不想伺候了公公婆婆，还要伺候小姑子一家，每次都被他软语相求，混了过去。今天这一闹，他还是不愿搬，那就算了吧，我也不强求了。我拉着行李箱对他说了句法庭见，就头也不回地下来。老公欲拦我，我一把甩开，下了楼。那3个方家人竟在楼下等着。公公威胁我，车不能开走。我淡淡地说：“问你儿子，这车在谁名下？”趁他们转头看老公的功夫，我赶紧上车，一脚油门走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反倒越发冷静，边开车边思索，这婚离的恐怕不会那么容易，必须请个律师，让他们把该给我的都给吐出来。我直接驾车来到市中心律师所，请前台帮我推荐一位最擅长离婚官司的律师。漂亮的前台妹妹笑着带我去见了一位律师，说是他们所里最年轻最厉害的一位。我进门一看，竟是大学同学李恒。李恒也一眼认出了我，非常惊喜地跟我打招呼，问我有何贵干。我略有些尴尬，当年在大学里，我也是成绩优异，有不少追求者的，只是后来结婚早，又困于家庭，跟很多同学断了联系。没想到多年后再遇见老同学，竟是要请他帮忙打离婚官司。前台妹妹见我们是熟人，便先出去了。我落了座，心想老同学打官司总比陌生人更用心，咬咬牙还是跟他说了现在的情况，请他帮我打这一场离婚官司。说到公婆小姑子对我的欺负，对女儿的蔑视，我忍了又忍，才没有在李恒面前落下泪来。李恒认真听着，跟他说完情况，我说我要女儿的抚养权，要我付出心血的农场、房子的产权，有我和女儿的一份，我也要争取。李恒笑着说：“就得这样，婚姻失败没事，该要的咱们就得夺回来。这个官司我接了，放心，我定尽力帮你。”听李恒这样说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。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李恒让我把一些需要的资料证件回去整理一下，我们再联系。出来的匆忙，很多证件都没有带，我只好第2天把女儿送去学校后，再回那个家一趟。在回去之前，我就提前给老公打了电话，跟他说不要出门，等我回去，我们坐下来，尽可能的好好谈一下离婚协议。回到家，方家一家4口整整齐齐的在家等着。我既然心冷了，离婚的决心也下了，也就不怯场了，拿出提前打印好的离婚协议。我只跟老公说：“你看看，如果没有异议，你签个字，省得咱们闹大了，对簿公堂。”婆婆一把抢过离婚协议，
小姑子和公公赶紧地凑了过去，一起看起来。我无所谓，从包里又拿出一份，再递给老公。老公还没看完，小姑子就嚷了起来：“你做梦！这房子凭什么分你一半？分一半还怎么住？”婆婆又说：“菲菲可不能给你，农场也别想。”公公更是可笑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离婚可以，一个子别想带着，菲菲留下。你给菲菲爸爸50万抚养费，不然免谈。”这时候我倒有些不解了，菲菲，你们又不稀罕，你们要留下干什么？婆婆狞笑着说：“要么你听我们的安排，咱们继续过日子；要么你就光屁股滚蛋。你女儿我们来好养。”我真是被这一家子给气笑了。呸！拿女儿威胁我，真当我还是以前那个软柿子呢？我都懒得搭理他们了，只转头问老公：“方志强，你离是不离？有什么意见你说，咱们谈。”老公从离婚协议上抬起头来，双目通红。我看得见他眼中的痛色，也有些心酸。但是为了菲菲，为了今后的人生，不再受窝囊气，我不打算再忍。老公却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我们离婚。”那3个人显然被老公惊到了。婆婆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小姑子先尖声叫道：“方志强，你疯了！咱们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，婚不能离吗？离了房子怎么分？”我心中冷笑，果然是怕离了婚，房子分走一半。老公难得硬气了一回，说：“做哥哥嫂子的要离婚，轮得到你这个妹妹来插手吗？”小姑子被堵得一噎，老公转头对我说：“琳琳，我同意离婚，这协议我签了。”便要起身去找笔。公公一把抢过老公手中的离婚协议，抬手给了老公一个耳光，再刷刷几下，把离婚协议撕得粉碎，嘴里骂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，让你签你就签。”我看着老公被打，也惊呆了。这公公是新添到了胳肢窝呀！可惜了你儿子的一身愚孝，见没办法好好跟他们谈下去了。我拿了包起身，说：“那咱们就法庭见吧。”说完，我走出了这个家门，再也没有回头。回到酒店，我给李恒打了个电话，跟他说明情况，说这一家子如此难缠，恐怕官司有些难打。李恒轻松地说：“再难缠的人也强不过法律，让我放心。”见李恒如此自信，我也稍微放心，约他出来用餐，顺便把一些细节再跟他说说，手里的资料也都交给他。餐厅里大概是看我心情有些沮丧，李恒笑着打趣我说：“赶紧帮我把前夫一家处理了，趁着我还年轻漂亮，多的是机会遇见爱情呢。”我听得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爱情就算了，如今我只要女儿和钱，爱情只会耽误我前进的脚步。”李恒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过的几天，方志强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我刚送完女儿去幼儿园，方志强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接了。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，我亦无言。半晌，方志强才开口：“琳琳，真要离婚？”我轻轻嗯了一声，眼中不自觉有了些泪意。对方志强，我是有怨的，怨他总是把父母妹妹放在我和女儿前面，在他们无理取闹的时候都不能站出来保护我们。可是我们这么多年夫妻，除此之外，其他一切他都尽量做到了最好。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何况我们相濡以沫这么多年，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电话那头传来方志强压抑的哽咽，他哑着嗓子说：“好。”然后便匆匆挂了电话。我倒有些奇怪，他这么爽快的离婚，跟他往日软绵拖拉的性子不符合呀。不过不管了，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便行了。公公婆婆、小姑子的电话、微信早被我拉黑，
我那小姑子竟换了号码打给我，甚至发短信辱骂我。我不耐烦了，问他是不是想跟他哥一样收到传票，他才消停了。我和准前夫一家准时在法庭上见面。老太婆张嘴就是国骂，被警察制止了，仍然情绪激动。他们扬言要让我1毛钱都拿不到，我心里冷笑，根本不搭理。对于李恒的水平，我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开庭后，老太婆抢先发言，她说她农场的法人是她和公公，肯定不能给我，而我没有工作，没有其他收入，不适合养孩子，女儿也不能给我。公公又说拆迁分的那套大房子是老方家的宅基地换的，跟我这个外人没关系。他们七嘴八舌的把女儿和财产都安排给了自己。法官几番提醒才住嘴。轮到方志强发言了，他说女儿从小是妻子一手带大，跟爷爷奶奶不亲，而我……他顿了顿，继续说我没时间照顾她了，所以我同意把孩子给她妈妈。小姑子尖声骂道：你失心疯了吗？方志强又换了一次警告才住嘴。法官示意方志强说完，他继续说道：我妻子的户口早迁过来随我，所以老家宅基地也有他的一份。家中农场多亏他辛苦经营，所有盈利皆是我妻子赚到的。婚后所得财产，所有现金我都自愿给他。方志强这番话惊得我半晌没说出话来。公婆小姑子齐声骂方志强糊涂，法庭乱成一锅粥，只得暂时休庭。李恒陪我来到休息室，我想着方志强方才的话，忍不住捂住脸哭了出来。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补偿我吗？为什么在他父母妹妹大放厥词的时候，他不能站出来护住我们母女？为什么他舍不得离开他的父母，非要我陪着他的家人去消耗？为什么要让我们闹到这个地步？谁稀罕他的补偿，他的愧疚？我哭得撕心裂肺。李恒默默地陪在一旁，见我哭得差不多了，递过来一包纸巾，说：琳琳，方志强还爱你，你确定还要离婚？离，当然离。我和方志强之间的死结是他的家人解不开的，已经走到这一步，是无法回头的了。所以哪怕此刻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我仍然坚定地点了点头，说离。李恒见我没有动摇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在双方律师和法官的周旋调解下，我和方志强离婚了。我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，我现在正用的代步车和大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。农场因为法人不是我和方志强中的任何一个，争取不到，我也不计较了。从法庭出来，我听着那一家4口的闹腾声，甚至有点想笑，笑自己无知，在这样烂泥一样的家庭中付出5年，还自以为贤良淑德，结果他根本看不起，甚至无法接纳我最宝贝的女儿。去他妈的贤良淑德，去他妈的方家皇位！从今天起，我的小公主我自己疼，我的奋斗只为自己。离婚后，我火速买了套小户型房子，做我和女儿的家。房子是精装，只需要稍微添置些家具就可入住。每日忙碌着照顾女儿，选购家装，日子过得飞快。只是离婚后的这段时间，我的手机每天被农场客户的微信和电话轮番轰炸。农场里的时鲜果蔬一茬接一茬成熟，老顾客纷纷来问我何时可以去收货。我一一回复：我离婚了，农场的事儿我已经管不了了，你们自去农场跟新老板联系，货品一如既往的好。这个小农场我付出了青春和心血，就像是我的第2个孩子一样。哪怕方家人可恶，我还是希望小农场红红火火，所以我还在尽自己的努力，给农场挽留客户。
哪知我的一番好意挽留后，竟又被老客户投诉吐槽的消息给轰炸了。有吐槽产品质量下降严重的，有吐槽老板不顾市场规则胡乱定价的，有吐槽现老板态度嚣张、管理混乱的。很多客户甚至直接跟我说不会再继续合作了。我看着这些信息也非常心痛，一时没忍住，我打了个电话给前夫，想要好好跟他谈谈农场的经营之事，传授些经营给他。他接了电话，竟也激动地跟我说有事找我。于是我们约了婚后第一次面谈，我带着菲菲一起约前夫在咖啡厅里见面。前夫哥拿出一叠资料给我过目，顺便给我讲了一个狗血故事。原来在拆迁喜讯传来的前夕，前夫哥先收到了一个噩耗，单位体检查出他有一个恶性肿瘤，他一时接受不了，又没想好该怎么告诉我。没想到接下来家里拆迁，又闹出饭店一幕，他就一直没找到机会告诉我。那天我说离婚，他想着他也活不久了，干脆离婚，还能给我们母女俩多留点钱。但是他今天来不是跟我讲悲情故事的，他说他去了上级医院会诊，结果就是一个乌龙，他根本没有恶性肿瘤，婚白离了，所以他找我来复合了。我气得眼泪哗哗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。他说告诉我了，我肯定不离了，那等他走后，我留在方家肯定得脱层皮。这一刻我是真的被感动了，感性差点就战胜了理性。所以当方志强深情款款地拉住我的手说琳琳，我们和好吧，我差点就点头了。菲菲高兴地拍手，太好了，以后爸爸和我们一起住新家喽。方志强说道，菲菲乖，咱们还回以前的家去，一家人跟从前一样。不要，我怕爷爷和奶奶还有姑姑，他们都不喜欢菲菲。菲菲的话犹如一盆凉水兜头浇下，让我瞬间冷静了下来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可能带着我的宝贝女儿再回到那个家做牛做马，还任他们作践我的孩子。于是我认真地跟方志强说，我们搬出来过吧。没想到方志强竟然一脸为难，说这样好像不太好吧，我爸妈没人照顾可不行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在他目睹了我和女儿如何被他父母妹妹作践后，让他搬出来住，他仍然会一脸为难啊！怪我自己眼瞎，认识这么多年，只觉得他愚孝，竟没发现原来他还没断奶。于是我果断拒绝了方志强，说那算了，你那个家我和菲菲配不上。我牵着菲菲就走，方志强又拉住我的手，我斜眼看着他说放手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刚才就不该想要和好。我恨恨地想着，还没来得及谈农场的事，我就跟方志强告辞了。回到家，菲菲怯怯地问我，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想和我们在一起？我搂着女儿说，爸爸爱菲菲，可是爷爷奶奶也是爸爸很亲的人，他们老了需要爸爸照顾，所以爸爸暂时不能过来。菲菲太小，大人的是非跟他无关。菲菲也懂事地点点头。我没太多时间管前夫的纠缠，我心疼我的农场，不想他因为我离婚而倒闭。我思索着我要做些什么把它拿回来。我先联系了几个关系特别好的大客户，一番商量调查之后，我出手了。这几个大客户轮流去问现农场主，我小姑子有没有种植小药柚，秋天的时候他们要高价大量收购，一个两个甚至5、6、7、8个大客户都去跟小姑子打探小药柚。小姑子果然动心了，可是农场里一棵柚子树都没有，她又根本不懂种植，便去问客户讨主意，怎么才能赚到这笔钱。客户是跟我商量好了的，
叫他赶紧铲了农场里一大半还未成熟结果的作物，高价从外地收购了上千棵柚子树苗来种下。小姑子还有些犹豫，又有几个客户来打听下半年能否收到小药柚，价格随便他开。老客户们甚至吹捧他，说他胆子比我大，是干大事的人，农场肯定能在他手上做大做强。一番煽风点火，小姑子终于下定决心行动了。可是等了2、3天，小姑子突然又偃旗息鼓了，这可不符合小姑子的一贯作风。我让人一打听，原来小姑子的便宜老公听说家里拆迁，赶紧回来了。他叫王豪，据说在外地做包工头，那个人精不好对付，一回来就说要先去打听市场行情。我知道王豪就是个社会游子，手里肯定不干净，决定先把他放倒再行动。我找来私家侦探，想先对王豪有个了解，只稍微一查，便查出来王豪的小三小四若干，个个穿金戴银，出入小汽车。好家伙，难怪从前1年上头既不见人也不见钱，原来是家太多顾不上。我承认我是个报复心很重的女人，小姑子从前的嘴脸让我至今想起来心中有气，所以我利落地把这些信息匿名透露给了小姑子，让他们狗咬狗去吧。我这个小姑子干事业不行，闹家务第1名。很快我便从客户那边得到消息，小姑子无心管理农场，在家闹得鸡飞狗跳。我又匿名给小姑子发了条短信，暗示她老公暗藏了资产，让她找私家侦探查。或许小姑子也怀疑过我这个陌生人的用意，可是现在小三小四赤裸裸地摆在她面前，对王豪怀疑的种子已经埋下了。我相信他会听我的建议，同时我又安排客户继续去农场催问他农场种植小药柚的事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听不进王豪的任何建议了，而客户给他继续吹嘘，说外省别的农场已经靠小药柚赚了一大笔，现在一棵柚子树苗都很难订到了。果然，冲动之下，小姑子高价预定了一大批小树苗。同时，在我用手机匿名帮助提示下，小姑子不仅收集到了王豪出轨的证据，甚至还收集到了王豪的经济犯罪证据。或许是我教小姑子收集证据的办法太有效，这个蠢女人竟然有些相信一个手机里从未谋面的人。她发短信告诉我她收集到了王豪经济犯罪的证据时，我有些吃惊，果断给她回了消息。我吓唬她，知情不报也是重罪，让她赶紧把证据都交给警察，并去申请离婚，这样才能赶紧跟王豪撇清关系，保住他的财产。事情按我预料的方向发展着，我悬了许久的一颗心终于稍稍落地。也许过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拿回我心爱的小农场了。哪知我还没收网，有一天傍晚，竟被方志强堵在了停车场。我心想，难道我摆他妹妹医道的事儿被他发现了？我没好脸给方志强，只问他有什么事，他竟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说：“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妈病了，癌症复发了，求你帮帮我。”我并没有被他的哭声打动，心情一瞬间有些微妙和复杂。我说：“我能帮你什么？你家现在又不缺钱。”说完我就要走，前夫哥一把抱住我的小腿，又哭了起来。我看着他那狗皮膏药的样子，哭笑不得。我说：“你不哭，站起来，我还能跟你说几句话，不然我叫保安了。”保安已经在往这边望了。前夫哥抽抽噎噎收了手，我带他去了一间茶楼，要了个包间，才开始跟他说话。实在是不想在外面丢人，
我之前怎么看上这么货色？前夫哥喝了一口茶，润润嗓子，给我讲了一个比电视剧还精彩的家庭伦理剧。原来，在我们离婚不久，王豪就回来了，他们一家终于大团圆，当然是要住在一起的。我那爱女如命的前公公婆婆听信了女婿的话，把手里的现金都交给了女婿投资。方志强劝不住，也就没管了。刚开始，王豪还每月拿点钱回来，说是分红。钱婆婆一看分红很不错，连这些年藏的私房钱都掏出来，交给了王豪。结果第2个月，王豪传来消息，说全赔了，连裤衩都赔光了。这时钱公婆有些起疑，闹了一场。奈何给钱时连个转账记录都没有，还是在银行里取款给的现金，这真的是一坨翔掉在裤裆里，怎么都说不清了。好不容易一家团聚，一夜暴富，还休了媳妇，又一夜返贫，这剧情太转折，太刺激了。钱公婆一口气没缓过来，双双病倒。钱公公只是被气到了，钱婆婆却被查出乳腺癌复发且转移。听到这里，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有其他情绪，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却藏不住那一丝丝幸灾乐祸。方志强大概也猜出点我现在的想法，他说：“我知道对不住你，可是自从知道我妈病了，亲戚朋友都躲得远远的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”我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妹妹难道不管？那可是她亲妈，我可不信他们真没钱了。”方志强气狠狠地说：“那2个白眼狼正闹离婚呢，根本不管。”我说：“不是还有农场的收入吗？那也够看病的。当初我想要农场，你们家死活不肯给我，不就是看农场挺能赚钱的吗？”方志强红着脸说：“农场过户到我妹妹名下了，我也拿不到钱。”我望着方志强，真是哭笑不得。到底是他太没心肝，还是他不是他父母亲生的儿子？方志强又怯怯地开口：“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毕竟我们也曾是一家人。”如果我把我现在的状态发到微博上，提问：重男轻女，前夫一家暴富返贫，恶毒婆婆还得了绝症，前夫哥找我借钱，借是不借？我猜我会被广大好心网友骂得狗血淋头。这个时候，难道不是应该放挂鞭炮喝一喝，顺便去晦气吗？可我还是不忍心。当初若不是他爽快答应离婚，且尽可能的给我和菲菲多分割一点财产，我可能还在跟那恶心的一家子拉扯。是他当初的一丝善念，让我不忍心。我问他：“20万够不够？”他抬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惊讶，有感激。大概他也没想到我能这么爽快的借他20万吧。我接着说道：“我最多只能给你这么多。我买了房子后剩的不多，且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我得给菲菲留后路。这20万算还了你当初爽快离婚的人情，不用还，但是再也没有了。”方志强红着眼睛问我：“难道我们再没有以后了吗？”我看不得他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深情样子，心里一抖，赶紧摆摆手说：“你别这样，一把年纪了装什么深情少年？”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面对方志强的深情表白，我是真的心里生理都有不适感。非常好，看来我是完全放下了。想到此处，我的心情也不由得好了起来。我也不管方志强看到我心情颇佳的模样会怎么想，让他留下卡号，便告辞回家了。说实话，自从上次知道方志强以为自己绝症，爽快跟我离婚，我的心里还是很感动的。因为没办法跟他复合，也有些愧疚。能用一笔钱解决感情上的问题，我觉得很划算。我正在谋算着小农场，
正在撺掇着他的妹妹妹夫闹离婚。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真相。这笔钱算是我提前给他的安慰吧。刚回家就接到李恒的电话，他说有个八卦要跟我分享，能不能面谈？我打完离婚官司，请李恒吃了顿饭，表示感谢。一来二去就熟了起来。后来李恒常约我出来，跟菲菲也相处得很好。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过分体贴细心，可是我已经不想跟任何人产生感情纠葛了。我想了想，跟李恒约了周末的晚上7点见。这个时间段菲菲有个课外班，我们刚好都有时间，可以面对面谈一谈。对于李恒，我是有欣赏、有感激的，甚至还有一些女人被追求的小窃喜。可是我跟他真的不合适，我必须跟他当面交代清楚。转眼到了周末，我准时来到约定的咖啡厅，李恒已经等在那里了，一如既往的精英模样。落座，点好咖啡，我正要开枪，李恒制止我说：“我先给你讲个好消息，你再给我讲个坏消息。”我被他给逗乐了，说：“那怎么知道我要讲的坏消息？”他笑着说：“看你那一脸歉意的微笑，还有格外温柔的语气，我就知道不会有好消息。不过我这个好消息，你肯定喜欢听。”我还能说什么？只得示意他先讲。他说：“你猜我这段时间接了谁的案子？”我这急脾气哪猜得了谜语，只催他快讲。他说：“你肯定也猜不到。”哈哈，是你前小姑子。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了，问他为什么我前小姑子会找上他。他说：“你小姑子说，因为你离婚的时候，我帮你争取到了不少财产，所以她觉得我很厉害。”看来我这前小姑子的脑回路一如既往的清奇。我忍不住问李恒：“他们离成了吧？王豪进了监狱吗？财产还有剩吗？”李恒倒吸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这人怎么还会未卜先知？你怎么知道王豪会进监狱？”我忍不住得意地想，因为这事儿是我一手策划推动的呀。只是没想我小姑子会找上李恒打离婚官司。我的心里有2个小人在打架，一个想跟人分享我复仇的快乐，一个怕李恒知道我是个手段毒辣的女人。李恒突然伸手轻轻敲了一下我的额头，笑着说：“想什么呢？”笑得一脸神秘，跟我聊天还走神，我会伤心的呀。我收回思绪，跟他坦白，小姑子和王豪闹得如此局面，有我的一大份功劳，而且我还正在谋算着拿回小农场。我并没有那么光风霁月，甚至还挺坏的。我冷静地接着说：“李恒，我们不合适，你听我说完，再想想我说的对不对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为了父母才回的老家，你的父母不会愿意你娶一个离婚带孩子的女人。其次，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孩子，可是我有了菲菲，这辈子我只想有她这一个孩子，这对你不公平，你父母也更接受不了。你知道我的性格，决定了的事就是无法改变的。我对你有欣赏，有感激，也止于此了。你很好，但是我们不合适。”我温声说道。李恒一根食指敲打着桌子，良久，开口说道：“我就喜欢你的爽快直接，喜欢你做了决定就一往无前的性格。没想到，当你用这样的方式拒绝我的时候，他会这么伤人。对不起。”我真诚地说道。“哈哈，别这样。”李恒笑着摆手：“哎，当年造孽太多，一回老家就陷入了情网，还被发了好人卡。报应报应，接菲菲的时间到了。”我和李恒挥手道别，成年人的告别就应该是这样，体面温和。终于对李恒说出了这番话，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了下来。对于前夫一家的遭遇，我也听听就算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能沉溺于过往的黑暗和仇恨，我有属于自己的前途和梦想。
我有我的软肋和铠甲，我的人生已经很富足了。拿回农场是在2个月后，因为牵扯到王豪的经济诈骗犯罪，小姑子和王豪的离婚手续办下来，花了些时间。离婚后，小姑子没有分到王豪的1分钱财产，因为家产都被王豪养外室挥霍一空，房子卖了都不够还外债的。小姑子之前高价预定的果树苗，经销商在催她打余款发货，而这边之前询问她想要购买小药柚的客户们，通通不回消息。小姑子手里已经没有钱付余款了，而如果违约，之前放的定金就全赔了出去不说，还得赔一笔违约金，资金链断了。无奈之下，小姑子放出口风，说要卖农场。我请信得过的朋友先跟小姑子敲定细节，谈到一个极低的价格，到签合同时我才露面。小姑子见签合同的人是我，把笔一甩，不签了，转身要走。我冷静地问她，你想不想你儿子知道是他妈妈亲手把他爸爸送进监狱的？你想不想要你的公公婆婆知道是你把他们的儿子弄得身败名裂？小姑子顿住了脚步，猛然回头，恶狠狠地盯住我，说：是你，原来是你。我无所谓的一笑，说：是我，给你发短信的人是我，告诉你种小药又赚钱的人是我，对，都是我。我就是喜欢看你恨我，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。小姑子欲扑上来撒泼，可是我进门之前就跟酒店保安打了招呼，我不可能再任她欺负，见来硬的不行。小姑子脸色一变，又换了一招，她扑通一下过来，抱着我的小腿说：嫂子，我错了，你加点价，帮帮我们，咱爸妈又病了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。真是影后级别的演技呀！我都忍不住想要鼓掌叫好了。以前他就喜欢在他父母哥哥面前用这一招，我没少背黑锅。今天再用到我面前，就显得有些蠢了。我拨开他的手，冷淡地说：第一，我不是你嫂子；第二，那是你爸妈；第三，就这个价，你不签，就等着你公婆来找你要儿子。我不想跟他有什么交流。小姑子见我油盐不进，也死了心，恨恨地签了字。看着黑纸白字的合同，我百感交集，终于拿回了我付出无数心血和青春的农场。回首这几年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不值得的人和事，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都回到了我的身边，我很知足。转眼元旦节到了，忙忙碌碌几个月，我收获颇丰。虽忙着，每天心情却好得要飞上天。我和菲菲约好了，元旦节给自己放3天假，不开电脑，少看手机，专心陪她。我在欢乐世界附近的酒店订了间房，这3天我们要尽情的欢乐，让新的一年以欢声笑语开场。午夜，当元旦的钟声响起，我和菲菲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烟火照亮夜空。菲菲高兴地拍手直跳。我问菲菲：你许了什么愿望呀？我许愿要成为像妈妈一样的女生，又漂亮又勇敢。我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说：小机灵，净哄妈妈开心。因为妈妈努力工作养菲菲，爷爷奶奶那么凶，妈妈一点儿也不怕呀。女儿稚嫩的话语让我鼻头一酸。她的年纪虽小，却什么都懂呢。幸好在过去的1年，你的妈妈足够勇敢坚定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